欢迎来到 News 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杨紫拍新杂志和王菲撞造型，一番对比之后，果然还是王菲赢了。当两个女明星撞造型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到了谁的身材不好，谁长得比较丑，谁最尴尬的这么一个阶段了。那么最近杨紫拍的一组杂志图就曝光了出来，结果很多人在看完了之后突然发现，怎么这个造型跟王菲那么相似，甚至连发型也是非常像。本来大家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觉得不一定是真的，结果没想到后来这个摄影师却主动出来承认，说就是对着天后致敬的。看到这里，我们也是忍不住觉得挺佩服的。现在的这些摄影师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旧的抄袭别人的造型，也可能会说成是致敬这件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杨紫和王菲他们两个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当有人把这两组图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的时候，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天后的确是身材好，长得也非常的漂亮。最重要的是身上有一种特别时尚的感觉，是其他人完全比不上的。虽然好多人都说杨紫算得上是一个还可以的女演员，但是在身材还有其他的方面的确是一点都不行，尤其是身材实在是不太好，总是会有一种特别胖的感觉，因此拍出来的图一点都不时尚。其实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非得要求这些演员也得走一点时尚的路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好好的去拍戏就行了，没有必要搞这么多的事情，还让自己暴露出了缺点。把这两个人的杂志放在一起对比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，因为王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名女歌手，而且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都是相当出名的。那么杨紫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，虽然当了演员之后，的确是相当的赚钱，而且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，可是自身的条件确实没有那么的好，所以还是希望像这种类型的演员就去老老实实的演点戏就行了。杨紫宋丹丹回顾《家有儿女》，曾被所有人否认的她，终于苦尽甘来。说到现在90后的顶级花旦中，热巴、周冬雨、杨紫等人都算是有一席之地，现在都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好作品。但是杨紫和其他的90后小花确实不一样的，作为童星出身的她看起来比别人的优势都要多，因为她从小就演了很多的好剧，合作了很多的大导演和好演员，其他的童星有这的经历，演艺之路都是比较顺畅的。杨紫也是从小就坚持演员这条路，只不过在她大学毕业的那段时间，却是事业的最低谷，几乎没有人找拍戏。杨紫的演技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年轻艺人大部分都去走流量路线了，像她这样只拍正剧的年轻艺人真的很少。好在杨紫后来及时的转型和调整状态，虽然说杨紫之前也受到过很多的质疑，但是现在的她是确确实实的成功了。杨紫宋丹丹回顾《家有儿女》经历。杨紫和宋丹丹回顾《家有儿女》经历，在最新一期《萌探探探案》中，宋丹丹作为飞行嘉宾加入，和杨紫又再一次合体了。在节目中，两人一起回顾《家有儿女》时的经历。这部剧对于剧中的所有主演来说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而且杨紫还给宋丹丹写了一封信，她在信中写到宋丹丹对她的帮助与教导：亲爱的丹丹妈妈，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，您就给我一种特别亲切温暖的感觉，都是您的鼓励和帮助一直在支撑着我，至今在我的心里，您也永远都是我的妈妈。宋丹丹在一旁听着热泪盈眶。杨紫最后的一席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，她说道：您的女儿夏雪梅让您失望，她会成为和您一样的好演员。随即宋丹丹紧紧地抱住了杨紫，两人相拥而泣，一瞬间又回到了家有儿女的时期。即便家有儿女已经过去17年，但在戏外，宋丹丹和杨紫的感情一直都是非常好的。
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聚会，胜似亲生母女。在娱乐圈里，这份持之以旧的感情是非常难得的。宋丹丹劝说杨紫不要继续演戏，不过也正因为他们的感情很好，当时宋丹丹曾劝说过杨紫不要继续在娱乐圈继续做下去了。那个时候杨紫是在初中的时期，还是有的选择的。当时宋丹丹对杨紫说：“宝贝，你长成这样，还是别演戏了。”宋丹丹的话语非常耿直和扎心，但同时也特别的真实，因为她说的都是真的。杨紫的颜值在娱乐圈不算高，杨紫虽然颜值不错，但娱乐圈美女如云，最不缺的就是高颜值的人。宋丹丹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一枚，而且宋丹丹年轻时候的竞争不像现在那么激烈，当时他们还可以用实力说话。现在的娱乐圈更看重颜值和流量，宋丹丹知道女孩子在娱乐圈打拼是很困难的，这些话听起来难听，其实都是肺腑之言。杨紫依旧很感谢宋丹丹，经历了那么多的杨紫其实一点都不怨恨当时宋丹丹对她说的话，反而还很理解，因为当时的宋丹丹给了她很多演戏上的教导。在拍《家有儿女》的时候，宋丹丹对小演员都是悉心教导的，这种耐心的指导又有几个长辈会给呢？也正因为如此，宋丹丹和杨紫的关系后来才会一直那么的好。一路走来吃了很多苦的杨紫，因为热爱选择了坚持。事实上，宋丹丹的担心是没有错的，她当时的话听起来刺耳，其实是前辈担心晚辈路途过于辛苦，给予的劝诫。但是自己经历过一遍过后才知道真的很难受。杨紫没有完全听取宋丹丹的建议，因为她是真的热爱表演，那时候流量还没兴起，她依旧愿意在演艺事业上发光发热。杨紫在毕业后出演大部分是《幸福来敲门》、《心术》、《老爸回家》、《花非花雾非雾》、《战长沙》等作品。除了《战长沙》收视率比较好之外，其他的都是配角或者收视率不好的剧。其实那段时间杨紫的颜值比初中时要好看很多，但是依旧很少有人考虑她。除了不够上镜之外，她之前的经历其实也是禁锢了她。杨紫后来醒悟，开始转型演流量剧，但其实这也是一步棋。刚转型的时候，杨紫没法确立自己的风格，因此被大家吐槽整容脸。而且就算是大 IP 也要找到合适自己的才行。又辗转了2、3年，在19年杨幂才凭借香蜜沉沉烬如霜大火，后来的亲爱的热爱的也成为了爆款。这时候杨紫的实力终于被大家看到了。17年后，大家还像是一家人。其实宋丹丹当时的眼光是没有错的，虽然她当时说杨紫的颜值不够高，但是他在演戏的时候，却把自己的经验对杨紫倾囊相授。他也看得出杨紫是个很有潜力的演员，要不然怎么会教导的那么认真呢？只不过当时宋丹丹对杨紫说的那句话，不是站在宋丹丹的立场，而是站在刘梅的立场。担心子女的父母大多数都是这样的。好在《家有儿女》剧组的成员们到现在依旧像是一家人一样。节目组还安排了终极催泪趴睡衣聚会，流星、夏雨、鼠标和键盘挨个都实时连线出现在了节目里，大家坐在一起闲聊，依旧像是真的非常催泪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